大方同学。你太太跟你说生活压力太大了，希望你能减少工作，多回家陪陪孩子，不然就离婚哦。你会怎么选？老沈，你老婆希望把唯一的女儿送出国接受教育，现在要移民哦，你去不去？所以啊，我觉得事业跟家庭这种选择，并不是只有女性会面对哦。秦律师对男人有偏见啊！完了，我是不是有点过头了？怎么办呀？这个问题呢，我来回答吧。我太太呢，不是对男人有偏见，她是太过热爱自己的工作。无论是谁跟她工作上有冲突，她都会毫不犹豫将对方列入敌方阵营。这一点上面我深有感受。当今社会下的环境呢，男性的确更占据优势，甚至被鼓励更重视事业。可事实上呢，女性也不一定都适合主持家务，男性也不一定都是职业精英。我太太是个非常好的律师，工作能够给她带来成就感和荣誉感，远远超过工作能够给我带来成就感和荣誉感。如果我们二人之间家庭事业一定要2选1的话，那我会选择家庭。这招漂亮，必杀呀！这可不是开玩笑。你这态度不错，但要辞职，应该不会吧？为什么不会？一份工作而已。那可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，说辞就辞。你家可少了一大笔收入啊！钱其实根本不重要。如果一份工作是为了不停刺激你的欲望的话，那这份工作也没有什么价值。而且我算过，如果想过得幸福，1个月其实4500就。我宝贝老公的态度已经表达完了，你们有什么还要讨教的，就来讨教我吧。金先生，牛肉好了。啊，好的，是的。我这牛肉是专门空运过来的，大家一定要尝尝。哎，一个。饱口福了，饱口福了。哎，牛，小伙子，大有前途啊！哼哼。哎呀，挺厉害的呀，从哪儿学来的？无师自通，这大概就是7月情深吧。臭美。所有的疑问都归结到一点，答案就是你们2个。我失业了。失业？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是1年前。1年前，你失业有1年了。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我是不是怕你担心吗？哎，等等，你失业有1年了，但你这1年都在哪儿？在国内吗？不，最近才回的国。你都不知道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这2年全球经济不景，所以我就失业了。虽然我想继续找工作，但是像我这样年薪的工作并不好找。虽然我没有了工作，但不影响我有收入。虽然没有以前高，但是也不会到很困难的地步。难怪你之前一直跟我说，你想要辞职。要不是因为今天的事情，你是不是打算一直瞒着我呀？这不怕你嫌弃我吗？真笨蛋！哎呀，行了，好了好了，没有工作，你们不是还有彼此呢吗？真是，你之前的婚姻好是好，就是完美的有点假，现在可太接地气了。什么夫妻问题、婆媳问题，你是一样都不少，这才是生活呀。谢谢姐安慰我。
辉哥，洛威国际基金刚刚开了新闻发布会，说从没有在国内开设个人基金会，洛威国内所有的项目都跟洛威国际无关。是这么素啊？真是1个月4500的标准。天天吃肉，当心血脂。那么辛苦工作，不就是为了吃口想吃的吗？对了，你们律所因为洛维玉兰这个案子，接了很多案件吧？别提了，20个亿的标，整个浦江排名前10的律所都为这事儿忙疯了。你想啊，洛威玉兰有那么多会员，随便拉出来一个就是优质客户，虽然都争破了头了，不过我们不一样，我们金总明确提出，程宇慧不接任何关于洛威玉兰的诉讼案件。为什么？良知。你想，我们老板娘前一秒还在人家后面啊，蓝总长，蓝总短，人家一出事了，成原告律师了，哪能干这种事儿啊？那再说了，我们律师的名声已经很不好了，说我们是什么豺狼虎豹、暗箱操作，吃了上家吃下家，别人的绝路就是我们的财路，要多难听有多难听。律师的人设不就是救苦救难、匡扶正义吗？那菩萨啊，大哥，那些客户呢，就是想打赢官司，但他们根本不知道能不能打赢官司，根本不是律师说了算，律师只能最大程度上帮你挽回损失、规避风险。不过也说明呢，有些从业者的素质真的是不怎么样，他们自己律师执照都没拿到了，就敢开价接案子，结果可想而知了。坏的是少数，影响大呀。来一口。还嫌弃我？那以你们律师的角度来看，洛维玉兰这件事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啊？我们金总他是这样说的：赢没问题，是大概率的事件。但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，洛维玉兰根本没能力偿还所有的债务，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宣告破产。那些打官司的人，他们的诉求不是打赢官司，而是拿到钱。在座的各位